有一个想出去的小猫咪，还有一个想出去的我。4月的上海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上海。那目前的话，已经在家办公5个礼拜。这次疫情，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非常想找一个人可以聊聊天。单身到底有什么好的？这是我们的瓜子，已经吃了1个月了。因为我跟我的室友每次都就是按个儿吃，生怕吃完了这顿没下顿。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自由。对面有很多菜地，没有菜的时候，看见有人去对面的菜地里面拔菜。真的很想逛超市，真的不想再抢菜了，好吗？小时候我妈妈炒的青椒土豆肉丝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我炒出来了。这是我和别人换的螺蛳粉，用可乐换的。这个坏掉了，都软了，发霉了。这次疫情解锁了一个陕西人烙饼的技能。今天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只整鸡，全家人都欣喜若狂。喵。我飘在海上，我想我就想，哦，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我想要自由，赶快出家门。我要成为自由，我要飞上天。大家好，我是竹内亮。作为纪录片导演，很想记录这次前所未有的2500万人居家隔离的现状和感受。这是在去不了上海的情况下，通过投稿和远程采访的方式记录的疫情之下上海的纪录片。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上海的信息，我想展现的内容不是负面，也不是正能量。我知道这条片子肯定不能代表所有人，只是传达投稿人的真实感受。在43组投稿中选择了10个人进行远程采访。我问了大家同样的问题，按照采访的时间顺序来剪辑播放。那就开始吧。这个是我们家的孕妇的正常散步。来 ，give me five。称之为我们家的孕妇跑道。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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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肩膀呀？为什么？很奇怪哎，是不是还凹一下？对啊。4、3、2、1。哦，今天不太对。好的。我先返回看看抢到是什么。荔枝，荔枝。哇，另一台继续。出发。现在今天是做核酸，所以路上人还有一些，平时我们都是被关在小区里。还没坐的少爷往前走。前面能看得到模糊的东方明珠吗？当然，这就是我们的家的店，小店，就在这栋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空荡荡的。还被拉上了封条。我们也是要靠抢的，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一个开餐厅的，既然沦落到的话，会有可能，如果不靠抢会被饿死。那你们现在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房子的话很尴尬，是老公房，它没有很好的一个烹饪条件。我们是靠了一个小锅，这个只有50-60块钱，但是我们做小火锅、煎鸡蛋，就真的是拯救了我们。我看肚子吗？我肚子感觉挺大的，有可能吃的也比较好。哦，现在快4个月了。那现在作为孕妇来讲的话，最需要的东西是啥？检查。每去产检医院会很容易受到阻碍。出门证的话，很多居委会的话是不太愿意去开的。到了医院以后，还是有很严格的关卡的。也有孕妇就是到了门口被赶回去的。哦，这样为什么被赶回去呢？因为他们可能14天之内的话，楼栋里面有出现过阳性，为了其他孕妇的安全的话，就会有可能会被赶回去。对。那你算是运气很好的意思呗？做了很多功课，我们也是提前了1个多礼拜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如果是临时真的很有急事，再去打12345，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有这个需求去求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真的很紧急，很紧急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有可能发微博，多艾特一些本地的一些大 V 来去发声，这样子有可能还效果更快一点。还有，为什么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事情还是想给大家都知道一下，就是上海其实没有网上看到的那么糟，但是也没有网上看到那么好。很多信息的话呢，都会有一些相对极端的一些点，但只是说我们只是想以自己所知道的一些部分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无利益的情况下，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明白明白。你好啊，亮叔你好。哇，咳嗽了。是的，还有一点。有症状是吧？对的。那子谦，那个现在你的身体的情况如何呀？我是4月4号开始发烧的，4月8号的时候核酸阳性，然后4月10号的时候转到了方舱，到今天进来1个星期了，然后现在刚开始来的时候有发烧、咳嗽啊，然后那个肌肉酸痛啊这些情况，到现在就都还好，就有一点会偶尔有一点呼吸困难。发烧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感冒，所以没有多想。医务人员比较担心我们会心情不好，你喝点水吧，看着很难受的。好啊好啊，他们还在聊天。小姑娘，快吃饭。好，谢谢阿姨。现在没有。他们发是错了，我没接到通知。真的。这里是按病区有人运动的，有人这个有人运动。就是从那边你看得到的那边。哇，好大呀，这个方舱医院。大家聊天的感觉。他们是新来的人，大白在跟他们讲出院的标准。这个可以出去外边。洗手间在外面，这里就是洗手间。这里您看到的红色和蓝色的都是移动厕所，对的，所以是足够的。对的。那你们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很吵的感觉，打呼噜的声音什么的，怎么办？会有很多人有打呼噜的声音。对的啊，还有就是方舱到了晚上是不关灯的。不关灯。为什么？晚上的时候那个医务人员是24小时，他们还要工作，然后晚上睡觉的话，那个医务人员会给一个眼罩，然后也会有这个耳塞。
啊，耳塞。对的，所以你现在的生活的过程中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有，就是我住到现在最怀念的是我家的厕所，啊，洗手因为间会不是特别的干净，因为这个病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喝水，所以厕所使用频率比较高，所以没有那么的干净。哦，还有那除了厕所之外，它不能太洗澡，方便的不能啊，不洗澡。能洗澡啊，对对对。对的。那现在那个你写了吗？一天的时间表对的，啊，有给我写。看一下啊。早上6点起床。因为我在方舱那个恢复的情况还不错，所以我报了志愿者。哦，报了志愿者啊，所以你在现在做志愿者是吧？在方舱的志愿者，要去那个方舱外面领大家的病区里的大概120个人的早饭。哦，那你们现在每天吃什么呀？哎，刚好我们的晚饭来了，给你们看一下吧。是吗？好，这是我们的晚饭。哇，疫情期间亲身经历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来到这里以后，就是刚好遇到了第一波该出院的人。我在电视上看到方舱是很友好的，但是进来以后发现有一些病患，对，跟医务人员之间还是有一些言语冲突的。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那新的病患进来以后呢，就是安排病床可能会在他们旁边，他们就很担心交叉感染，核酸结果又变回去，又不能出院，因为已经待了2个星期了，心情也很不好。然后医务人员非常的有耐心，这个对我触动比较大，因为他们是福建来的，这次上海的疫情他们是帮忙来的，但是可能那个病患也有自己的立场，也很焦虑，所以那个晚上冲突还比较普遍。那你的这波疫情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可能基层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我们也看得到社区、街道和居委都很辛苦，但是政策会经常的变动，网上的谣言也比较多，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如果抗疫的工作能够就是有问题，如果能改善的更快，衔接的更好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好，来看一下今天中午我家吃的什么菜，一共是有3道，一荤一素一汤。这个荤菜呢是排骨红烧莴笋，然后素菜是炒花菜，还有一个青菜汤。最奢侈的就是这个，之前囤下的，还剩下几罐了。皆さんおはよ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本周的第1次这个录播的课堂。本次课呢是对应的我们周一上午的1、2节课。哎，好嘞。哎呀，小臭屁，小臭屁，小臭屁。两位同学，2只老虎。目前你们家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比如说纸巾啊什么的，其实我是提前在京东上面就买了这个2箱纸，但是4月1号就开始封控嘛，京东没有来得及给我送过来，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收到纸。厕所用的也快用完了，然后那个抽纸也快用完了，擦嘴巴的那个抽纸也快没了。如果厕所用的那个纸没有的话怎么办呀？对呀，对，如果没有买不到就很麻烦。对，如果买不到就非常麻烦呀。哎，怎么又来了？啊，等一下，不好意思。工作吗？不是工作，是我买的一包团购的一包纸，好像是给我送过来了。对，收到纸，然后说曹操来了。那我就下去拿一下。好，
于是我就下楼去了。然后给亮叔看一下，你看看一下什么？看一下什么不知道。他不要电梯里面的电梯里面的什么？就下不去，应该是这个意思。就下不去那个地下有吧？哦，应该是。哎，已经出来了。现在有了吗？刚才电梯没有。现在有了吗？现在可以，但刚才电梯不知道你说了啥。电梯里面就是我说，就是他那个负1楼和负2楼是被蒙上了的，就是不允许，就封控期间不允许去负1楼、负2楼，因为这样子大家去车库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管理吧。啊，猜对了。对，好，看到我的纸了吗？就那个纸吗？上面的。对的。这个多少钱呢？这个花了21块多，反正是翻倍了。翻倍。对。嗨，你好。你好。你现在在哪里啊？我现在公寓里，我在其中一间住在这里。就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的门。进来以后，这边是我的洗澡卫生间。这是那个然后这就是我的床，那这就是我的这边。看到，它是这样的，是公寓它本身是个新东西，但是它的性质呢和住宅又不一样。比如说像这次，居委在发东西的时候就会发，而我们这个的话，它从分开的。无论好坏，疫情期间亲身经历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第一次居委有给我们在发东西，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别的周边都有在发东西，然后我们也在要，然后告诉我们就说，没有我们的东西。问他为什么没有我们东西，说他政府的资源有限，然后那个他都必须得先照顾大的那种小区住宅的，然后上海本地人，然后照顾有阳性的小区，因为他们有阳性的就一定要再封14天嘛。然后我们又没有阳性，然后这个广场人又很少那我们就没有。结果有一天突然，然后居委就有在那个说从别的小区挤出来一些物资给到我们那时候很开心。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到处找物资找不到，然后把周边的小店都跟他们联系，然后请他们把那个冰箱打开，然后把东西卖给我们。甚至我想过最糟糕的情况，楼下不是麦当劳吗？麦当劳有一个很大的冰库，不行的话我们就跟麦当劳老板说敲窗户进去把冰库打开。最糟糕的情况还好我们现在没有到最糟糕的情况。这是我的一天的时间表。就大概7点起床，然后核酸检测，吃饭，还要6点到7点干嘛？看景天有什么？我们边上有一个超市，加油站的。我们边上有个加油站，加油站呢，它这个配送系统的话是跟所有的别的配送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整个上海在断掉的时候，加油站是每天都有新货的。对，所以你可以去看加油站吗？对，我可以去看加油站那个小卖部里面，它有些什么东西。所以你现在你那个区可以出门是吧？对，我这块的话，现在是这个叫防范区，上海的防范区。所以今天还没出门。今天还没有出门。我出门了。对。这是麦当劳吗？对，这是麦当劳。那关门嘛？为什么里面有开灯呢？麦当劳它是一直都开灯的。像明天的话，虽然我们这是防范区，但是从明天开始的话，又在通知我们非必要不要下楼。
哦，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意思吗？对，差不多。有你好，保安啊。对，有保安，然后有在守着我们，然后才能出去，否则的话这边是拉的有警戒线嘛。哦，我们如果不从这出警戒线出的话，就是在违法嘛，违反哦，防疫法嘛。啊，再给我看一下，这是写什么呀？写了什么？名字？写了，你这写的啥？啊，他写的是什么时候谁出，然后啊这时候再写个入啊，啊。那个骑电瓶车的人是快递吗？饿了吧？啊，是饿了，饿了吗？对，看到了。哦，外卖啊。他递的是饮料，饮料啤酒吗？饮料啊，饮料。是可乐，现在百事可乐是奢侈品。饮料。那边就是加油站。哦，加油站就是旁边啊。今天有东西来吗？啊，还剩个牛奶，这牛奶火腿肠，这牛奶多少钱也？你看它这里，哇，还有也不是很多，什么都没有还有酒，还有啊这润滑油，啊油，99块钱， 99.8块，两哇，盒， 2盒，对，2盒。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对第一次看到了就可以出去的人，所以你这波疫情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的话，其实，就在讲的话，现在可能还有点，已经慢慢麻木了。我们是第一次出去做抗原的时候，然后已经封了3天了，下楼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是有点害怕阳光了。为什么害怕太阳呢？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说，哇，外面很可怕，外面都是病毒，你们在家里不要出去。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走出去，我也在想，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病毒？什么是病毒？我们到底害怕什么？白天的时候，特别是中午12点的时候，阳光很好，然后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我觉得那个更可怕。所以说我当时我觉得我是僵尸，我才是病毒。那现在你们小区现在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在人心吧。你像他们，没钱了，没钱了。谁没钱了？租户，像他们很多都是跑外卖的滴滴司机，然后就是没钱了。餐厅的服务员，然后营业员，然后他就是没钱了呀。那怎么办？也不能把他们赶走吧？对啊，然后我现在跟他们在商量的，就说，我说如果你们不付房租的话，对我来说的话，我也在跟我的房东在商量。然后如果不付房租的话，就会很难，那么，就会发生冲突嘛。我说能不能这样，就说，大家缓一缓，相信自己以后上海会更好，然后相信上海还能挣很多钱，然后你下个月，再付，或者你下个月一次付2个月的房租不行，那么就把这个月的房租分成3个月来付。相信自己的赚钱能力，这也是在讲，就是希望，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希望的话，就像你讲的，要是想离开这个城市的话，那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现在最没有的东西是希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放。对，而且就是说眼睛能看得到的话，即使开放也是缓慢的、慢慢的开放。然后就是这个缓慢的过程的话，我已经从2月20号以后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新住客。
没有一个新住客。然后，那么就说我还不知道下一个新住客是什么时候，6月份、7月份，那对我来说的话，半年就没有了。那这样的话，你也没有收入了。对。那我也想问你，就是你为什么这次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呢？是我有在主动找到你，然后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把这种声音，然后有再发出来吧。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就是说不像网上所讲的那么糟糕，但是也不像有些新闻里面讲的那么好。这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希望我找到你，就希望能找到希望。你现在在那个什么隔离酒店吗？对的。因为你原来是住在上海嘛，所以为什么现在在杭州呢？是因为我所在的那个情侣在疫情爆发以后出现了比较多的阳性感染者，我们那边不具备隔离的条件，所以需要把我们这些暂时阴性的密接人员转移到外地去隔离。对你也是算是密接的是吧？对，我已经有2个室友是阳性了。那你的父母有没有担心啊？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们经常担心我吃不上饭，抢不到菜，没有东西吃。那现在的话没有这个顾虑吧？现在3顿饭。对，现在到这边来，反而他们更安心了吧？因为3餐都有人管，然后环境也是安全了很多。那你这波疫情的，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感觉到一个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在我第一天来到杭州的时候，我看到街上这个人流车流在穿梭，然后晚上这个灯火闪烁，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在正常运转的样子，真的就是让我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了。明白。听说你是节目的编导。对，咱们是同行啊。那你做什么节目呢？之前做户外真人秀，做电视台吗？对，バラエティ番組。バラエティ番組。你会讲日语？あ、そうなの？日本語できんの？できます。厉害，你很标准，你的日语非常标准。你帮我们写了吗？这个1天的时间表？写了，但我觉得我跟大部分的人应该差不多。你贴纸了，不愧是综艺节目的编导。就正好有这些贴纸，还是有讲究画面感。如果你作为一个编导，做采访上海人，现在的疫情的主题的话，你想问什么呢？我尤其想问那些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经历了这次疫情以后，你对上海的喜爱程度打几分？或者说你还喜欢上海吗？因为其实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其实
也是我无意间认识的一个朋友啦，也是北方人，然后他毕业了以后过来，后来因为疫情，然后关在家里，他的室友其实是自测阳性了，但是没有说，然后后来是居委会来查，然后可能才知道了，然后他就很后怕，然后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就是他自己觉得不太好的事情，影响他心情或者影响他状态的事情。然后后来可能聊天的情况下，他也说等疫情好了，他还是决定去南方找他的女朋友一起。他好像因为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对上海的喜爱程度有一些打折扣，但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当中，所有的人都有在努力，只是说每个人的力量不太一样，我的力气大一点，你的力气小一点。那有些人力气小了，但是要承担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他可能做出来的方式并没有那么好，所以会导致很多可能外面的人看到，或包括我们自己看到有一些不太完美的事情，或者大家对于上海的期望可能是这么高，上海做到的可能只是这样，没有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就上海市民可能也同样感受到没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那等这次疫情平安过去了，那大家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喜爱程度是多少呢？就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就我前段时间看到那个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来支援上海的时候说，我们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去，因为当时上海也是第一时间，不行，我心里有点难受。但上海也是第一时间去武汉金银潭医院帮忙，然后这次他们也过来帮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跟人互相的吧，就我不希望大家对这个城市有其他的不好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哪个地方或者说哪一个人都会有他不好的时候，但是只要让他努力变好起来就行。那有些网友就骂上海人的时候，你的心里难受吗？我当时会气，但是可能也就气几分钟半个小时最多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有可能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很生气，我也会想骂，只不过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会伤心难过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都劲儿往一处使，力气都往一处使的时候，大家都努力的让这件事情变好，它就会努力的变好。大力现在在上海的什么区呢？浦东新区。我的情况是我爸爸是住在浦东，但是我奶奶住在浦西，因为浦东比浦西封控的时间早，所以我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奶奶接过来。那其实奶奶一个人住，会很多事情她没有办法自己去对应嘛，去应对，所以可能需要帮她抢购一些东西，就是抢一些菜也好，或者说一些基础的生活用品也好。那奶奶现在是多大呀？奶奶86。86啊，一个人住。所以我们这次那个已经我们采访了6、7个人，然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还没采访到那个老人的群体，那你能不能帮我采访一下你的奶奶？你采访她就行。您到时候可以发一点问题给我，我看看让她讲一下。谢谢。奶奶一个人还好吗？还可以，挺好的。你觉得你现在一个人住有啥困难吗？还不困难，关键是说实在话，关键是我这个身体还是不错的。有的比我差的一些老人已经是不行了。他完全不能动。那个就蛮讨厌。现在问题倒不是很那个，我现在关键就是，你说我平常也是不太出去的，本来也就不出去，也没有感觉到他在疯的怎么地，就是感觉到情绪不高涨，不愉快。不愉快，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低估了这一次的这个风控，就感觉到好像就是几天的时间。这时间一长了以后，就感觉到我这个和亲人的离开
心理上就感觉到有一种难过。原来不这样，原来是就像你们平常总是带着我在这里去那里去，好像是很那个，总感觉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个亲人之间的很自然的一些表现，所以没把它当个事儿。可是经过这样的一风控，一控制了以后，完全不能够来往，就对亲人的期盼和想念，这个情绪就油然而生了。真是这样的。原来不怎么想你们，所以感觉到人呢，不失去了就不觉得宝贵。一旦你把一些东西失去了以后，你才感觉它的珍贵。的确是这样子的。真的，我过去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感觉到我们就是在一起的。这一次弄得我有点那个了，就感觉到是要看看自己，要跟孩子们在一起，真的是这样。那你现在觉得这次疫情最大的感受是啥？我这个是说实在话，我这一次这样风控啊，我没有在饮食上没感觉到困难。因为我经过了这个60年的那个困难3年困难时期，所以现在这些东西都不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太困难了。但那个时候都能够过来，你现在那真是好多了。那个时候太困难了，真的是困难。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心是齐的。步调是一致的。中央怎么说，大家都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这个是没话说。那困难时期呢，真是你们都想象不到的。经过了那样的一些，所以说我总是说，你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这一辈子你都是你的财富。有了过去，你才能够才能够跟今天做比较。你不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对不对？你有了那个经验以后，你就可以在当今再碰到事情，你就会怎么处理。怎么去用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去处理。那现在你的最大的困难的点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我觉得还是疫情，就是打乱我的计划。然后，因为之前我在温哥华那边工作嘛，当时也是居家办公，也是一个隔离的状态，疫情也蛮严重的，干脆回来就直接回来。然后在上海又遇到了疫情。是啊，我都没想到，为什么回国内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的小区有没有阳性啊什么的？我们小区是在3月11号、12号的时候就封了，但是4月10号的时候就有1-2例阳性，我也搞不懂，就是封了那么久，为什么还会冒出阳性来？然后我们之前可能前几天吧，我看的是官方的那个通告，他说小区有1例，但是后来一问我们小区的居委，他说的是，其实这1例是1个月以前的，就消息各种滞后之类的，就对，也不是一直隐瞒的意思。我没办法说他是隐瞒还是不隐瞒，他可能有别的程序去再反复确认啊之类的，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但这个现象不只是我小区，就是我的同事，他那边小区也是这样。无论好坏，疫情期间亲身经历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亲身经历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现在第一个跳入我脑海里面的就是我同事花800块钱买的物资包，就这里面。物资包这里是800块钱，就你在这里面看不到肉、大米，这个是鸡蛋，然后一些调味料、蔬菜。这里面的东西怎么可能800块钱？这个你平日不可能花这个价钱买这个东西。物价上涨，就是这些，对吧？趁发国难财的人嘛，只能说是。现在就是很无奈，很憋屈，就让我重新好像回到了之前在
加拿大那边那种生活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确实就大家都在防控，就这个疫情你不压下去是没办法再重新开放。对。哇，亮叔，你好，哇哦，你好，你好。就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你叫我二胡就行了。我在那个 B 站上也是专门拉二胡的一个 UP 主。二胡，你现在在家一个人吗？没有，我老婆还有爸妈都在家里。现在情况怎么说呢？就是我家是从3月16号就开始封了的。封了的话，因为作为一个 UP 主的话，就是需要出去演出啊，还有那个一些商单是需要到外地去拍摄的嘛。然后就当时就很慌，就觉得哎呀完了，这个主要是收入要没有了，就那种感觉。对。我现在每天就是按照这个作息表在我的这个生活。对，运动、晚饭、和老婆视频什么视频啊？视频聊天。对，因为他去前线支援了嘛，他是医护。护士。对，护士。那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的房子？我的房子吗？好的呀，可以呀。稍等一下啊。我的房子很乱，就只有这个地方是干净的。从阳台看得见吗？有一条狗，然后洗衣机。瀑布酱。瀑布酱。它瀑布酱已经30几天没有下去过了。那厕所怎么办呀？厕所就在家里的厕所。你看他的眼神非常的忧郁，非常的不开心。对，他非常不开心的表情。对，那个表情就是你看啊，就是那个感觉就来了。对，阳台的风景就是窗外的风景呢？窗外的风景就是什么人都没有。然后昨天正好晒了很多娃娃什么的。为什么晒了娃娃？因为放了时间很长了嘛，然后就想让他们。外面有人吗？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这是我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有我的二胡啊。二胡。对。然后我爸妈原来是你们俩一起就你们夫妻2个人住而已。对。然后他们现在在睡觉。起床了吗 ，baby？ 他起床了。你好。他是我老婆，他就正好来的。你好，我是竹内亮。他是昨天刚从前线回来的。听说你是护士是吧？对，我昨天回来休整一下。在医院工作吗？对，在医院，然后就是下了班就回酒店住，因为要隔离一下嘛。然后大概半个月了吧，然后就回来了。所以你们俩半个月没见。对。这样子，好辛苦啊，辛苦。蛮辛苦。蛮辛苦的。对啊。确实很辛苦。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在医院？就是像我是支援我们发热门诊嘛，然后他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这些病人他觉得发烧，他就会来门诊看，然后我们都会给他排除一下是不是新冠啊，或者是别的毛病引起的发烧。那个检测出来当场是新冠的话，那可能就要就地隔离了。然后基本上在他们病房的都是阳性的。基本上测出来都是阳的。所以你也一直在接触阳性的患者。对，但是我们都是有这种3级防护的这种。还好。所以现在普通病人也可以去医院看，是吧？普通病人那要看的，你如果就尽量是不建议去医院，因为怕你这种接触交叉感染嘛。具体也是会看你的情况来的。一般这种可能很小的毛病的话，还是不建议就是去。但比较重症状的，或者是需要什么开药的，
配药的话，现在都是可以线上配的，就是有这种软件线上配，或者居委会帮你配到位的。找居委配，就配药现在应该问题不大。就怕有就是有基础毛病的嘛。所以那个二胡，你看老婆天天忙碌，特别累的样子，你是什么感受的？我给你看一个东西，我就是他去上班的时候，我从来不写日记的人。我都开始我觉得这什么东西？这是日记，我很担心他嘛。然后这是他的排班，然后就是名字你打个马赛克。好。就是他会上班上什么班，然后我就很担心嘛，然后我就这边写他进入的第一天，然后什么什么就哇，就是天气不错，心情依然沉重。我就开始写这种东西，就那个什么作死排班表。就是他上完一天，我会划掉一下。然后我还把给他看吗？我自己看的，我自己。这是老婆吗？对，这是他的照片，我还把它打出来了，我就每天就看这些照片。太想他了是吧？对，就是那种思念的感觉，就是那种焦虑里面又带着那种思念，实在就是可能比较担心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就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所以二胡一直在家，担心老婆。对。然后老婆的话，你哭了？没有，有点激动，就确实会觉得有点激动嘛，就是很担心，真的太担心了。对，你担心什么？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肯定是他感染，但是还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觉得他每天这样子太辛苦了，就是穿着那个防护服嘛，然后整整一个晚上待在那个病房里面。一想到这些，我就晚上也睡不太着，然后就心疼他那肯定心疼，就是那种感觉，太累了那种感觉。不过好在他终于回来了，可以休息休息。那穿好防护服工作10个小时，你怎么熬过来的？对，你怎么熬过来的？我也想问。就也还好吧，但是我感觉你真的工作起来了，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吧，是吧？就做好眼前的事就行了。你不要跟竹内亮导演说这种没有呀，真的就是装逼的话。没有，真的你没有想太多呀。你不是发给我微信说你很累啊？是吧？对啊，你拖下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啊。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也只能这样。然后你如果说你真的非常累，你是可以跟同事这样协调一下，你可以出去。可以临时出去，对，休息一下，然后再进来换一套衣服啊，或者什么。对。那昨天终于回来了，是吧？是的。对。昨天终于回来。终于回来的时候，什么样的场景？就拥抱还是？我说实话，其实当下那个时候啊，我说心里话是不敢拥抱，因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携带疫情，对吧？然后他就一直吐槽说你是不是嫌弃我？就是嫌弃我什么的。但我说实话，我说这个是送命题。你说不嫌弃你，那是假的；你说嫌弃你嘛，那你肯定会不开心。就是但是事实上呢，其实他们居委管理的也很到位啊，就是回来的时候也让他做了一个抗原，就在小区门口，而且医院敢让他回来，说明他没有问题。对，对吧？医院敢让他回来，所以但是当时还是心里会有一点点芥蒂吧。但看到他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感觉忘了，有一点忘了，然后就很快就帮他把车子泊好，就是然后拎着他的东西就回家。这段剪掉，这段不能播。很多人说，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有的人说你可以拉一首这个曲子表达心情，我稍微拉一小段吧，好吧？一首二胡名曲。
这个曲子叫《二泉映月》，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曲子在大家印象里就是很惨，但是其实这个曲子是对一种光明的向往，他想要摆脱那种本身在那种黑暗的环境被封锁的那种状态里面，想要去突破。其实我觉得这个曲子还挺适合表达现在我们的这种心情。就唠到这儿吧，好吧，就唠到这儿。谢谢。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这次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呢？决定接受，其实当中还有一点点顾虑。说实话，我跟他有讨论过，我说这个采访会不会就是说，会不会怎么说呢？就是涉及到某些敏感话题。现在这个事情好像都挺敏感。然后最后决定的话，就是觉得我们也想有一个人说话。说实话，不会有人像亮叔这样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我们这么多一个月来我都没有说过这么多话。说实话，就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聊聊天，那种情绪很强。说实话，然后就接受了。有人愿意去听听你说这些，我说实话心里挺开心的。对，明白。